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收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歹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基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基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。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叔叔，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老小他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
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，可我没想到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婷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倪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叶青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告诉你是你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吗？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演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，
我弘毅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系同一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弘毅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2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弘毅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弘毅，来啦！我这个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弘毅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弘毅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
红姨也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上下情报。喂，喂，罗刃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聘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娉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事情像被附身了。喂，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哎，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，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棍说，这个人呢叫沈木坤，他是个超自然现象研究专家，对古神秘学和外星人也很感兴趣。江湖人称棍哥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古籍看的是一码带一码带的。总之就是个杂家。你问的这个事儿，问他总没错。喂，沈先生，棍叔，你好，我是万烽火的朋友，我叫穆代。哦，小万万介绍的。啊，他跟我说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小万万真是的，我最近忙着写书。那个，既然是他朋友，那给你5分钟。说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问您在平时的研究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就是一个人被某种力量控制，继而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坏事，然后这种力量还可以离体再去祸害别人。这个描述的很模糊啊。可能我表达有点欠缺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呢要问我问题，要5个确定的啥人、啥事儿、啥时间、啥地点，有啥与众不同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刚才说人皮。对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缺了一块人皮，还挺方正的。方正？有多方多正啊？有尺寸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啊。长23.5厘米，宽5厘米。这不方也不正啊，
这是个长条，这个尺寸很特别，指向性非常强。很特别。一看你这个反应啊，你平时你根本就不读书，你根本也不去了解历史，对吧？古代简牍的尺寸呢，它是有规定的，长约1尺。那按照当时的度量，现在换算的话，大约就是23.5厘米。23.5乘以5，那是所有木简的常见尺寸。你刚才说那种力量，它可以改变人心，然后让人违心的去做一些坏事儿。对，改变人的想法，让人违心的去做坏事。23.5乘以5，这故事我听过，我还记过。对，但是我这个脑子一下调不到那个频道，我得看一下笔记。你稍微等我一下。小口袋。啊，我叫木袋。对呀，所以你叫小口袋啊。如果他跟你聊的时候给你起的昵称，就代表他真的把你当朋友看待了。真啊。嗯。依木而生，寄于人身，改变人心，心变则行恶，故曰心简。心简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你是说，叫神棍的那个人听说过这个东西？他在10多年前的笔记上翻到了记录。行装对上了，描述的也很像。哎，他是从什么地方，从什么人口中知道的这个东西啊？好像是这个。我找到，冰婷出事了！哎呦，这好好的灯怎么砸下来了？偏停了！快把药箱拿来，罗小刀，快呀！哎呀，偏停！罗小刀，罗小刀，罗小刀，你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婷摔了一跤，郑伯吓到了。薛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弄这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你拿杯水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这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平婷又严重了，他可以伤人啊，而且不是简单的伤人。
他居然还会用策略。策略？是，他先是把吊灯砸坏，再假装被吊灯砸伤。还好我到得及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然后护工也辞了。娉婷这个状态，我不敢让人靠近她。那你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她这样也找不到人吧？我呀。你？算了吧，娉婷现在很危险。罗刃，你是看不起我呢，还是看不起我的功夫呢？现在郑伯年纪大了，你又受伤了，娉婷又发病了，你想找个人治住她、看住她，又能是帮忙洗漱的同性，你觉得谁能比我更合适？这不合适，你还带利息，多麻烦啊！谁说我要纯义务帮忙了？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你也知道我在利息，那往返的机票得你出吧？机票没问题啊。得包吃包住吧？没问题。木代，谢谢你啊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江湖救急。哎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？那回头见。我还带了箱子。啊，我来。好，谢谢。罗刃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去接你，还用打车过来。没事，你是伤员。不碍事。活该，早上换药的时候，这血流的还哗哗的，不知道，逞能耍大。老人家说话夸张。走吧。娉婷，来，这个铁门是新加的。哦，这是铁门的开关。一般饭菜是从这个口送进去。餐具用的都是纸质的。我来。娉婷，他是不是很多天没洗澡了呀？我该干活了。娉婷，娉婷，这个是木代姐姐。她是来帮你的，乖点好不好？走。走。好玩吧？水凉不凉？娉婷，再转过来点，姐姐给你冲水啊。娉婷，娉婷，娉婷。13000。
婷，娉婷。 小狗蛋，你发的这个图太重要了，我一下想到了人皮上的那个图案，它有可能它不是图案，它是一种文字，上古的文字，上古的刀子。刀子。每个余县人偶的凶案现场，都有人拿个刀，难道这是辛简的杀人方式？现在的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。 每次这个图案一出现，娉婷就发作。难怪娉婷疯了似的想逃出去。罗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和我叔叔一样，要去杀人。那咱们寸步不离的守着他，别让他有机会出去。他要是一辈子这样呢？ 而且我觉得手没有用的，为什么？你们发现没有？娉婷，她为了逃跑，她不惜跳楼，3楼那么高，跳下来，万一摔死了呢？为什么跳得那么义无反顾？你们想一想，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啊？她什么可能？我就是猜测。 你们看啊，那个刘罗娉，这3个人，那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死亡，辛简才会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辛简就会觉得。 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有人死了，辛简才能离体。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 这也不是治本的办法。辛简离体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小狗蛋，你说的很对，我继续研究。有消息，我马上电话你。 停电呀，吓我一跳。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，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代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平手墨会滋生细菌，
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3000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俩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欣姐离地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魏赵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，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。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怕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？没有，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，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
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，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是我爸的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家的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，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。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我的父亲。叔叔走后，娉婷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。亲人？我跟叔叔说，让他自己不要杀人。